谁都想挣钱，但是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是什么钱都能挣，因为有些钱你有命挣，却未必有命花。2006年，袁宝景被人称为北京李嘉诚的收购大王，以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那年他40岁，留下了一句无人听懂的"我不服"。2007年，周正义，曾经的上海首富2度入狱，繁华落尽，开始了长达16年的铁窗生涯。2008年，魏东，资本圈口中的金融奇才，永金系的掌门人，从北京的高楼纵身跃下。那一年他41岁，身后是数百亿的资产，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为什么非要死。2015年，刘汉，曾经的四川首善、矿业大亨，被以组织黑社会、故意杀人等罪名执行死刑，终年49岁。4个人3死1坐牢。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栽倒的富豪有很多，可这4个人，我今天为什么偏偏要放在一起讲呢？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4个看似天各一方的枭雄大佬，其实都跟当年的一场金融血案有关。这就是发生在1995年的327国债事件。它是中国金融史上最凶险的一场豪赌，在收盘前的最后8分钟彻底失控，成交的合约面值竟然高达2000多亿。有人利用规则的力量，联手绞杀了当时的证券教父管金生，瓜分了一大笔泼天的财富。事隔多年，从中获利的赢家才一个个浮出水面，他们就是后来被媒体一次次提到的3274大赢家：魏东、刘汉、周正义、袁宝景。可邪门的是，这场局的确把他们送上了各自人生的高处，可很多年再回头看，这笔钱又好像带着反噬，把他们一个一个拖进了深渊。3死1坐牢，4大赢家最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全身而退。这到底是巧合，还是1995年的那张赌桌上从一开始就埋着代价？大家好，我是老夏。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不讲那些复杂的金融术语，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讲讲327最后的8分钟，4大赢家是怎么把证券教父一步一步逼到了掀桌子的故事，以及他种下的神秘因果。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的心思一下子就活了，谁都想挣钱，谁都怕错过机会。有人炒邮票，有人炒认购证，有人在海南炒楼花，国债也是当年很热的一门生意。不过国债是后来的叫法，老百姓那时候更熟悉的叫法还是叫国库券。90年代初，在一些银行和证券公司的门口，经常能看到一群人在那儿来回转悠，他们手里捏着厚厚的报纸卷，里面包着花花绿绿的国库券，见人就低声问一句：卖不卖？卖不卖？他们就是专门倒卖国库券的黄牛。股市奇人杨百万当年也干过这行。在很多普通人的记忆里，这就是最早的金融江湖。可门口的这些人挣的只是小钱，真正的大钱不在门口，真正的赌桌在楼上。到了1995年的2月，这张赌桌终于被人掀翻了。1995年2月23号的下午4点18分，上交所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秘书小刘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我是汤仁荣，魏总在吗？这位汤仁荣是海通证券的总经理，也是上交所的理事之一，算是老熟人。按照平时的节奏，这种电话不用太紧张。小刘回答说：魏总不在，他陪证券会的领导参观交易大厅去了。小刘刚说完一句，电话那头立刻打断了他：你赶紧找到魏总，告诉他快把主机关了，停止交易，别问为什么。小刘一下子愣住了。要知道，他说的电脑可不是那台普通电脑，而是上交所国债期货的交易系统。在那个年代，虽然证券市场才刚起步，很多规则都还在摸索，可就在交易日里突然要求关机停牌，这几乎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小刘虽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已经明白出大事了。汤仁荣口中的魏总说的是魏文渊，魏文渊是上交所的总经理。如果说那个年代的证券市场更像一张狂野的赌桌，那魏文渊就是这张赌桌的荷官。
那天，魏文渊带着2位证监会的领导参观交易大厅。证监会是92年才成立的，比上交所还要晚2年。这种先有市场后有监管，先有儿子后有爹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很常见的现象。一行人刚走进去，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夹杂着场内交易员随着行情起伏发出的惊叹，让第一次走到这里的人会有一种贴着市场脉搏跳动的亢奋感。魏文渊显然早就习惯了这种场面，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向2位领导介绍上交所成立以来的交易情况。可正说着，他突然感觉到不对，大厅里的气氛变了，那种原本喧闹兴奋的声音像是一下子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身旁的交易席位，只见电脑屏幕上的价格曲线正在直线下跌，全场随即传出一阵压抑的惊叹。魏文渊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有人下单输错了，或者系统出了什么毛病？因为正常的情况下不应该出现这样的走势。他立刻让下属通过电脑主机来核查原因，可他还没有往前走几步，下属就匆匆赶过来，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魏文渊的神情一下子变了，他连证监会领导也顾不上继续陪同，连忙草草致歉，提前结束了这次参观。等他再次回到交易大厅的时候，已经过了4点半，2月23号的交易已经收市。可整个交易大厅里没有人起身离场，所有的交易员都还坐在原地，脸上带着迷茫、惊讶和疑惑。屏幕上从4点22分13秒开始，327国债的价格突然像断了线一样往下坠，短短不到8分钟的时间内，从151块多一路砸到了147块多，拉出了一条近乎垂直的跳水线。别看只跌了3块多，这背后对应的已经不是几百上千万的小钱，而是几十亿级别的盈亏变化。所有盯着这场交易的人都被这条跳崖式的曲线惊呆了。那一刻，整个交易大厅仿佛突然安静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就在1995年2月23日下午4点30分前后，一件足以改变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大事就这样发生了。而这场8分钟的血战，也正是后来3274大赢家登场的起点。但在魏文渊的眼里，比那条突然跳水曲线更严重的是砸出这条曲线的人，因为这个人叫管金生，证券教父管金生。管金生是公派的留洋海归，1982年研究生毕业归来之后，被分配到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工作，开始接触国际金融和证券业务。作为一个有海外背景的金融干部，他很快得到了重用。1988年，管金生受命为上海筹建了第一家证券公司万国证券。从搭建架构、推动交易到参与早期市场规则的摸索，管金生几乎一直站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最前沿。所以后来很多人叫他证券教父，并不只是客气的恭维，因为中国证券交易的那张桌子最早就是管金生帮着搭起来的。可谁也没有想到，最后他竟然亲手把这张桌子掀翻了。要讲清楚这个故事，还得先讲清一件事：327国债赌的到底是什么？327其实只是个代号，就像股票代码一样，它所对应的不是什么高深复杂的金融产品，而是一张3年期的国库券，面值100块，票面年息 9.5%。 问题就在这儿，90年代初通货膨胀厉害，以这点固定利息根本跑不过物价上涨。如果只按照票面利息算，国库券这买卖根本不划算。所以当时国家针对国债产品推出了一项特殊的政策，说白了就是国家会额外补一笔钱来弥补通货膨胀给国债持有人带来的损失，这就叫做贴息，让这张国库券有了可以投机炒作的空间。他赌的不是国债本身，而是这张券到期的时候，国家还会不会有补贴，以及补贴有多少。管金生压的是不会，但桌子的另一边压的是会。到这里，4大赢家很快就要出场了。不过管金生并不是凭空压住，他是典型的技术派，他压不会，
背后是有一整套专业判断的。那时候的万国已经不只是一个靠胆子挣钱的券商，他想做的是中国版的野村证券和美林证券。研究、模型、分析，这在万国内部从来都不是摆设。1995年1月，万国内部曾专门组建小组搭建模型，进行过详细的测算。经过测算之后，管金生的判断是，通胀前几年虽然冲得很猛，但到了1994年的下半年，国家的宏观调控已经明显在收。按这个趋势看，财政完全没必要再给这张国债开出市场期待中的高额补贴，至少也不应该补贴的那么高。所以1995年1月，在管金生的指示下，万国证券在327国债上建立了40万口的空单仓位。国债期货的单位是口，一口代表的200张面值100的国库券。管金生压的是，如果没有补贴，或者补的没有那么高，327的价格就不应该涨。所以他选择做空327，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市场判断。当然了，熟悉中国的朋友都知道，中国的事情从来都不是只有市场说了算。现在终于轮到4大赢家登场了，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直接露面，真正站在台前的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他们压的是另一边，327会涨。同一张国债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判断，即便是证券教父也不可能每次都算得准。但327这场仗的麻烦在于，国债本身是财政部发的，最后贴不贴、补多少也都捏在财政部的手里。而中经开偏偏又是财政部独资的信托投资公司，它的总经理原本就是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的司长。这种关系形容为财政部的亲儿子也不算太过分。到了这里，谁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所以2月初的时候，管金生警觉了。40万口不算满仓，但也绝不是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数字。再往前走，风险就会越来越重。万国内部很快开会，会议上大家谈的已经不是怎么赚的更多，而是要不要先退一点，让仓位轻一点。可问题是，此时的价格对万国证券很不利。如果直接回补平仓，价格很可能先被自己给买上去了，那会让万国亏得更多。所以他们只能先继续增加空单的仓位，试图把价格往下压一点，然后再找机会平仓。但很快他们的计划就落空了。万国证券一线的交易员发现，他们刚想把价格往下摁一摁，桌子另一边立刻就会有买盘顶上来，你压一点它就顶一点，你再压它再顶，价格死活压不下去。双方你来我往的隔空交火打得异常焦灼。万国不但没有找到平仓的机会，反而把空单的仓位越滚越大。到了2月16号的时候，万国证券的空单仓位竟然从40万口暴增到90万口。这不是减仓，而是越陷越深。可第二天局面还在继续恶化，价格表面上没怎么动，可两边都在继续加码，盘面始终不肯给万国体面离场的机会。2月17号，万国的空单仓位已经滚到了130万口，对面还是不退。正常的博弈不是这样的，正常的博弈总会有犹豫，有试探，有来回的修正。今天推一点，明天再看一眼，后天再收一收。可这次不一样，管金生发现对手的行动几乎没有任何的迟疑和犹豫，仿佛他们手里拿着的不是对行情的判断，而是一个开卷的答案。管金生能明显感觉到327国债的盘面越来越变味了。这些金融机构同为国资背景，相互之间虽然也有竞争和博弈，但像327这样越打越狠、越打越凶残的局面，其实并不多见。直到这时候，管金生还是不知道，中经开的背后其实另有其人。到了2月20号前后，局面开始变了。北京那边掀起了风，有人在传说财政部关于327的贴息方案快出来了。起初管金生未必把这种风声太当回事儿，证券市场嘛，消息满天飞本来就是常事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很多时候就是
拿来吓人、试盘、带节奏的。可到了2月22号的晚上，这阵风突然变得不一样了，因为市场上传开的不再只是模糊的说法，而是一套带着具体数字的版本，说得很细，细的不像是猜，更像是有人已经提前看过答案。而这套答案当然是利多327，利好多头的。事后看，22号晚上流传的那套口径和后来财政部真正公布的结果已经相差无几，这就意味着桌子另一边的人很可能不是在赌，而是在等。到了这一步，管金生和万国证券就彻底被动了，因为他们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中金开、华能这些台前的多头机构，而是整个市场里闻风而动的大户、游资和跟风。面对这种变化，最先扛不住的是万国证券派驻在北京一线盯盘的3个女孩。北京的小道消息一出来，多头的单子就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垒。万国本来是想减仓的，可根本减不下来，只要一动，价格就往上拱，只要一退，对面就往前冲。这时候北京办公室里已经没有人再说减仓2个字了，因为谁都看得出来，这不是在博弈，而是被人一直架在火上烤。万国本来想把空仓降下来，结果仓位反而一点一点被逼上去，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快的保证金消耗。经纪公司在催保证金，分赃点在催保证金，营业部也在催保证金，电话一步接一步的响，刚放下一步，另一步又响起来。他们向上海总部申请了3个亿的保证金，结果没一会儿功夫就全部消耗光了。办公室里催保证金的电话依旧响个不停，在北京负责盯盘的3个女孩脸色越来越白，到后来连电话都快不敢接了。她们死死地盯着屏幕，眼睛发红，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放轻了。到了2月22号收盘的时候，万国本来想降下来的空仓，最后反而被逼到了144万口。不过价格总算还是守住了，327国债的价格收在了148块2毛1。可万国没想到的是，真正的重手第2天一开盘就落了下来，从春节前后一路打到22号，多空双方虽然都在拼命的加仓，但327的价格却始终被锁在了148块上下。表面上看谁也没赢，可事后一看，那更像是一个越收越紧的口袋。万国以为自己还在守，却没有意识到对面已经开始收网了。1995年2月23号的上午9点半，先于上海开市的北京、武汉、深圳几个市场已经先动了。同样的国债合约一开盘就往上窜，普遍涨了2-3块。风声不再只是风声，答案仿佛已经先一步写在了盘面上。等到上海这边10点15分正式开盘，万国盯盘的人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第一刀落了下来。前一天收盘327还停在了148块2毛1，可这一天一开盘，价格就被直接顶到了149块5，整整涨了1块多。没有试探，没有来回拉扯，就是硬生生的往上抬。交易大厅里键盘声一下子密了，场内的气氛也跟着变了。原本还在等、还在看、还在犹豫的人，这时候都知道对面不是来试盘的，是来动手的。管金生当然不可能看不出来。上午11点左右，他紧急约见了上交所的总经理魏文渊，向交易所提出了2个要求。第一个，希望上交所发一个声明，明确告诉市场，到目前为止，交易所还没有收到财政部关于327贴息方案的正式通知。第二个，希望上交所出面暂停交易。这2个要求乍一听都很奇怪，因为如果只是判断错了贴不贴息，那还是多空交易中的胜负问题。可如果已经有人提前知道了消息，那这件事的性质就变了，那就不再只是判断失误，而是这张桌子从一开始就可能不公平。以万国当时的持仓，这也已经不是亏多少的问题了，而是会不会被一把打穿彻底破产。万国证券是管金寿一手创建起来的，它不仅是上海证券市场最早的一批开荒者，
也占据了当时证券市场的半壁江山的份额。很多规则还没长出来的时候，万国就已经坐在这张桌子边上了。管金生也因此被人叫过证券教父。然而，这个行业一哥、证券教父，现在却要被人用一顿不讲规则的王八拳快要打死了。管金生不甘心，也不敢想，所以其实他是来求和的。在早期的证券市场，很多规则都还不太完善，有些情况其实是可以协商的。比如以前316国债的那一次，就曾经在盘后修改过交易数据。既然上交所的总经理魏文渊就如同这张赌桌的荷官，那至少应该保证这张桌子先别歪了。所以管金生这次的要求其实是封牌验牌。可问题是，上交所终究只是上交所，它属于证监会这条线儿，而财政部那边却是更老更硬的衙门。这种事儿不是一个刚成立2年的主管单位就能轻易拦下来的。不出意外，魏文渊拒绝了管金生，只告诉他有什么事儿等收盘以后再说。据说这次会面很短，管金生从上交所出来，匆匆忙忙赶了回去。那时候魏文渊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个刚刚被他劝回去的人会在下午掀出8分钟的滔天巨浪。暂停交易的提议被拒绝了，下午的开盘还得继续。1点钟开盘的一瞬间，万国证券又被捅了一刀。捅刀的是辽宁国发集团，简称辽国发。他本来是万国证券在空头阵营的友军，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候，辽国发突然临阵倒戈，由空翻多。他们先把手里的50万口空单迅速平掉，紧接着又反手买进了50万口做多。这一来一回就是100万口的多空互换，盘面上像是被人迎面捅了一刀，327的价格一下子就被顶了起来，1分钟之内往上窜了2块，10分钟之后直接达到了当天的最高点151块9毛8，比前一天148块2毛1的收盘价整整高出了3块7毛7。按当时的估算，327每涨1块，万国就要赔进去几个亿。屏幕上每跳一下都是好几亿在蒸发，整个公司1年的利润还不够盘面抖2下。这一刀最狠的地方，不只是价格又被往上抬了一截，而是原本跟万国站在一起的人，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突然站到了对面。没有人知道辽国发在这个关键节点上的操作仅仅是出于自保，还是被对手策反了。在这种形势下，万国证券的任何挣扎都是徒劳。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当时上交所的交易大厅就在这里。那天下午，大厅里照样是噼里啪啦的键盘声，所有人看上去都很忙。几乎所有盯着327的人都知道，风暴已经到了门口。辽国发的临阵倒戈已经彻底把万国证券逼到了墙角，不是给万国证券钉上了最后一根棺材钉。万国尽管又新增了40万口的空单，试图压住价格，可在近乎沸腾的多头行情下，这40万口空单连点水花都没砸出来。证券教父这次可能真的要栽了。下午4点，离收盘只剩下半个小时。正常情况下，管金生就是想翻身，恐怕也来不及了。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大局已定的时候，4点22分13秒，盘面突然动了，一笔天量的空单硬生生的把327的价格往下砸。大厅里先是一愣，紧接着有人忍不住惊呼起来，有人赶紧去调机房数据，看完之后吓了一跳，万国证券竟然一笔打出了90万口的空单。可这又有什么用？刚才新增的40万口都没用，多填进来一点，难道就能把局面扳回来了吗？紧接着万国证券又打出了第2笔90万口的天量空单，接着是第3笔、第4笔、第5笔，笔一笔都是90万口，天量的空单就这样一笔一笔砸下来，仿佛一刀一刀带着一股狠劲儿，硬生生的砍在大盘上。场内反而慢慢安静下来，因为大家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对了。管金生是疯了吗？
万国证券的动作还没有停，第6刀、第7刀、第8刀，每刀不多不少，还是90万口。谁也没见过这么凶残的砸盘。不对，这违规了。终于有人反应过来，因为在当时每家机构的持仓数量是有限制的，虽然平时查的不严，大家也都会想办法绕开这些限制，可如此明目张胆的超额超限就实在没法遮掩了。更何况建仓下单本来还是要交保证金的，虽然当时的保证金比例不高，可这么大的空单量背后所对应的保证金数字也已经非常惊人。可万国还在继续，第9笔、第10笔、第11笔，所有人都怀疑万国证券真的能拿得出这么多保证金吗？不过当时的交易系统还不成熟，上交所实行的不是逐笔验资，而是在收盘后统一结算。也就是说，在收盘前的最后几分钟，系统根本来不及一笔一笔拦下这些超额的爆单。原来管金生是在卡 bug， 如此天量的砸盘的确是违规了，可多空双方又有谁没有违规呢？双方鏖战到现在，两边的仓位都已经超过了规定的限额，何况还有更为恶劣的违规，呼之欲出，却又无法证明。管金生是在以违规对违规，既然这张桌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那就只能掀翻它。管金生动手了，就这样一笔一笔，一刀一刀，从4点22分开始，万国证券连续砸下了23笔天量空单，每笔90万口，总计下单2070万口。当时的交易系统还没有涨跌停板的限制，直接把327国债的价格从151.3块强行打到了147.5块，多头的盈利被迫突出，万国证券从之前的亏损16亿翻转成账面盈利42亿，硬生生被从棺材里拉出来，带上了大红花。当然2070万口的空单并没有全部成交，最后实际成交了1044万口，每口对应2万元的面值，成交对应的合约价值高达2000多亿。2000多亿是什么概念？1995年上海全年的 GDP 是2518亿，管金生竟然在短短的8分钟之内打出了当年上海整个 GDP 的近80%，天终于被他捅破了。很多人猜测，管金生想的是，如果有人要来查违规，那就不妨连其他违规也一起查一查。然而管金生还是高估了自己。2月23号深夜，上交所突然宣布，当天下午从4点22分13秒之后，327国债的所有成交无效，收盘价被重新拉回到151.3块。管金生在最后8分钟所做的一切，就这样被轻而易举的一笔勾销了。最终的调查结果也仅仅认定万国证券和辽国发违规，而对管金生试图揭开的盖子却只字未提。英国金融时报对此的评价是，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事情还远没有结束，证监会很快又宣布暂停全国范围内的国债期货交易试点，一直持续了18年，到2013年才重新上市。可见这件事对中国的证券市场影响有多大。1995年，管金生被停职调查，最终以行贿和挪用公款的罪名判刑17年。这个莫名其妙的罪行也让很多人浮想联翩。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刑法里还连一条跟证券相关的罪名都没有。在中国证券市场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从此陨落了。就这样，多头方面的中金开等机构居然重新拿回了突出的利润，奇迹般的扭转了乾坤。327事件后，万国证券不复存在，被并入到申银证券，变成了申银万国证券。还记得节目开头我们反复提到的4大赢家吗？事情从头到尾，他们似乎从来没露过面。如果只看2月23号那天的盘面，中金开明明是多头主力，也是整场327里最强势的一方。按理说万国这边输了，中金开那边
就应该把钱赢走。可后来的说法却很奇怪。1995年接任中金开第3任总经理的韩国春，后来向财经杂志透露了一句话，说327给中金开的利润连1个亿都不到。这就不对了。据估算，那一天多头阵营的账面盈利很可能在70亿上下。这笔钱到底是被谁赢走了呢？如果中金开自己都没有把这笔钱真正吃下来，那就说明真正完成原始积累的人很可能不是牌桌中央最显眼的那个庄家，而是借着中金开的席位、背景和风声，悄悄埋伏在他身后的人。即便他们做得很隐秘，但终究会留下蛛丝马迹。后来被市场反复提到、反复归进这副名单的一共有4个人，一个叫魏东，一个叫袁宝景，一个叫周正义，还有一个叫刘汉。但谁也不确定他们4个就是全部的赢家，或者还有人至今都没有露面。正是327的这一役，让他们完成了最早的一轮资本原始积累。4大赢家后来的故事大家就更加熟悉了。魏东后来成了永金系的掌门人，一路做到了资本江湖里最显赫的玩家之一，手里一度掌握的数百亿的资产。可到了2008年，这位41岁的金融奇才突然从北京的寓所跳楼身亡。袁宝景后来也把他的剑号系越做越大，一度被叫做中国股票第一人，也曾经是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之一。可最后等着他的不是财富神话，而是雇凶杀人的死刑判决和立即执行。周正义后来一度坐上上海首富的位置，在地产和资本市场都风头无两。可2007年，这位前上海首富因多项罪名被判刑16年，从云端直接跌入谷底。刘汉后来做大汉龙集团，生意一度扑到矿业、地产、金融和能源，一度成为四川最有分量的民营富豪之一。可是2015年，随着死刑执行命令的落下，他的黑金帝国也一并随之消散。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他们一路的轨迹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早就习惯了那种血腥野蛮的财富攫取方式，习惯了依附于权力的威严。就是这样的路径依赖，把他们送上了巅峰，也如同一个神秘的诅咒，延宕了几十年，最终又把他们一个又一个的拖进了深渊，可谓是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反观另一边，管金生于1995年入狱，判刑17年，2003年被保外就医，实际坐牢不到8年。2016年，管金生复出，重新进入私募股权投资领域。2025年10月7号，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8岁。在告别仪式上，众多金融圈的门生故友前来悼念。著名经济学家管清友那天发了个朋友圈，写的是：一代传奇，江湖再见，是非成败，后人评说。这就是327国债的故事。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商业江湖故事，欢迎关注、点赞、留言、评论。我是老夏，我们下次见。